瓦罕走廊是我国和阿富汗唯一的陆路通道，从地图上看，它就像阿富汗伸出的一只长手，与中国接壤。瓦罕走廊全长400公里，在中国境内约100公里，东西走向，西起阿富汗，东接中国新疆塔县，北依帕米尔高原与塔吉克斯坦相邻，南傍新都库什山脉与巴基斯坦相依，南北最窄处15公里，最宽处75公里，中阿边境线只有92.45公里，跨越3个半时区。沿着这条河逆流而上，你就到了阿富汗。瓦罕走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，属高寒山区，每年除6、7、8 3个月外，均为大雪封山期。气候恶劣，人迹罕至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环绕周围的是无尽的雪山和永不停歇的狂风。瓦罕走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，地形上，这条走廊几乎连接了整个中亚大陆。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，就成了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。它是华夏文明与印度、中亚、波斯和欧洲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。这里是东晋高僧法显的求佛之路，是大唐高僧玄奘的东归之道，也是西域高僧安世高东行传法的进行处。早在汉唐时期、清朝末年之前，瓦罕走廊都属于中国领土。19世纪末，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争夺势力范围，冲突不断。1895年，英俄签订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，将瓦罕走廊作为缓冲地带送给了阿富汗。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，中国清政府无力西顾。1963年，中阿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，正式划定了两国边境线。如今的瓦罕走廊驻守着科克图鲁克边防9连，这里离中阿边境只有23公里。边防连门前有块石碑，上面刻着“鸡鸣三国”。由于中国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3国边界在这里交汇，所以用一只公鸡打鸣，3个国家都能听见，形容这里的地理位置。瓦罕走廊中阿边境两侧生活着不同的民族，中方以塔吉克族为主，阿方主要为吉尔吉斯族，双方居民语言习俗都有差异。每年夏天，塔县会有1000多人赶着牲畜进入瓦罕走廊牧场，他们中的大部分牧民都是护边员，边放牧边巡逻。古道依常见，边关写春秋。由于牧民和边防部队的密切配合，才构筑起了这条祖国西部边陲最稳固的边界线。近20年来，从阿富汗越界进入中国境内的事，一次都没发生过。行走在瓦罕走廊，背后是硕大的祖国万岁，内心自豪又怅然。山的这一头是壮美的旅游胜地，山的那一头却是战争、苦难和逃亡。阿富汗拥有丰富的矿藏，我国在这方面需求巨大，而工业不发达的阿富汗也是我国商品输出的重要市场。如果打通走廊，将对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。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千年丝绸之路的繁华将再次重现，会有更多的人在这里自由地穿行。